感受过民间疾苦的史蒂夫，乘车来到了古玩街的入口处。过了打烊时间的古玩街，冷清的像是一片烂尾楼。这种地方，早晨刚开市和下午快闭市的时候人最多，其他时间基本都处于工作人员比顾客还多的状态。打了烊就更是如此，连流浪狗都不稀罕在古玩街刨食儿，因为毛都没有。史蒂夫也不知道这地方到底是干嘛的，就依着叶晨给的定位，找到了珍宝轩的门口，确定是这个地方，他便给叶晨打了一个电话，语气恭敬又带着几分讨好的说道：叶先生，我到了，辛苦您给开一下门。好，稍等。叶晨放下电话，对正在折叠桌上码菜的周良运说道：周叔叔稍等，老熟人来了。说罢，他从小马扎上站起身，来到门口将门打开。叶先生。见到叶晨，史蒂夫满脸堆笑，热情地伸出手来，非常客气地说道：您怎么忽然约我来这里？有什么吩咐吗？叶晨笑道：没什么吩咐，喊你来喝2盅小酒，顺便也见一位老朋友。史蒂夫笑着说道：我在金陵只认识您这一位朋友，剩下的好像就不认识谁了。叶晨笑道：你进来就知道了。说罢，便将史蒂夫请进了门。史蒂夫进来之后，便见一人在小桌前忙碌，正想问叶晨这人是不是他口中说的老朋友，刚好周良运抬起头来，四目相对。周良运微笑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擦！史蒂夫吓得浑身一颤，随后嘟囔一句：叶先生，我还有点事，得先回去。说完，一扭头，转身便要直愣愣地向外走。叶晨叫住他：哎，史蒂夫，你去哪儿？史蒂夫回过头来，表情都快哭了，委屈不已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您又坑我，而且还是要坑死我啊！叶晨笑道：瞧你说的，我请你来吃饭，怎么就成了要坑你了？史蒂夫看了看周良运，压低声音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家父到现在都不知道周彼得的下落，也不知道周彼得能离开纽约，全是因为我这个儿子在吃里扒外，而且周彼得已经离开纽约了，家父也没机会弄清楚其中隐情。可是我今日来这里见周彼得的事情要是传出去，那我就真是完蛋了啊！家父要是知道是我把他和4方宝藏送出纽约去的，非把我的腿打断不可。求您别折磨我了，只当我今天晚上没有来过。叶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放心吧，金陵是我的地盘，你在这儿的事情传不到你家老爷子的耳朵里。说罢，叶晨又道：咱们俩也是老朋友了，我还能坑你吗？史蒂夫哭丧着脸问他：叶先生，您坑我坑的还少吗？要不是白您所赐，我现在怕是都已经当上家主了。叶晨笑道：这件事儿你可怪不了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含蓄了。你要是跟我直说你不想你家老爷子活太久，想早点继位当家主，我怎么可能让海伦娜送要过去呢？关键是你得说啊，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史蒂夫吓得浑身一抖，连忙摆手说道：别，叶先生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。为人子女，我当然希望我父亲健康长寿，怎么可能不想他活得太久？叶晨反问：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我坑你坑的不少？我，史蒂夫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郁闷不已地说道：是我措辞不太严谨，我收回。叶晨点点头：那我给你机会再来一次。啊，史蒂夫不太明白，忙问：再来一次什么？叶晨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微笑道：咱们俩也是老相识了，我还能坑你吗？该你了。史蒂夫明白了叶晨的意思，心里委屈的暗骂：你这不就是往死里坑我吗？要是让我老子知道我跑来金陵跟你们俩，尤其是跟周彼得把酒言欢，我继承人的位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你这就是硬要拖我下水啊！不过他心里纵使有万般不满，此刻也不敢说出口，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不能，叶先生，您肯定不能坑我。这就对了。叶晨微笑道：来，酒菜都备好了。
一起过来喝2杯。他史蒂夫慌乱地左转半圈，右转半圈，欲言又止了半天。恍惚间，他忽然抬头看到天花板的角落里挂着一枚监控探头，他立刻知道，今天自己算是又被叶晨拿捏了。来都来了，这时候自己要是扭头走了，这视频证据也留下了，把叶晨也得罪了，还不如豁出去，留视频就留视频吧，起码先把叶晨这个大爷伺候好。想到这里，他干脆把心一横，长叹一声，哎，那就听您的，一起喝2杯。叶晨满意的点点头，这才对吗？咱们在纽约，在加拿大，是并肩战斗过的盟友，这次好不容易又在金陵重聚，自然要好好喝上2杯。只是周叔叔这里条件简陋了些，你可千万不要介意。怎么会呢？史蒂夫陪着笑道，您能请我过来，是把我当朋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说完，他还给自己找补，叶先生，我刚才想走也不是因为别的，我主要是觉得总是让您请客不好意思，您上次都在天香府请过我了，按理说该我回请您才是。叶晨也没拆穿他，笑着说道，今天是周叔叔请客，不过你要是想回请也没问题，你走之前看看安排一顿，我跟周叔叔一起过去。史蒂夫恨不得大嘴巴子抽自己，却也只能拍胸脯道，二位放心，我离开金陵之前一定好好宴请二位。叶晨招呼他在另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下来，周良运拿出一瓶没有包装盒的散瓶白酒，用一次性的纸杯给叶晨和史蒂夫各倒了1杯，随后才给自己满上。叶晨招呼史蒂夫道，周叔叔这条件有限，你别嫌弃。不会不会，史蒂夫赶紧说道，我这个人对物质方面的要求不高的。周良运笑着问他，罗斯柴尔德先生平时都喝什么酒？史蒂夫忙道，叫我史蒂夫就好，不用总是叫我罗斯柴尔德先生。说完，他又道，我喝酒一般都是红酒居多，偶尔喝些威士忌。周良运又问，那你平时喝的酒大概多少钱一瓶？史蒂夫想了想，佐餐酒的话，单价一般在1万到5万美金，重要宴请的话，一般会选择10万美金以上的。周良运指着自己买来的黄盖玻璃瓶白酒，问他，你猜猜这瓶酒多少钱？史蒂夫摇摇头，我平时不喝华夏的白酒，不太了解行情。一旁的叶晨笑道，让你猜，不是让你了解，你要知道这酒卖多少钱一瓶，那还叫猜吗？史蒂夫赶紧说道，那我猜他大概3000美金。3000美金？周良运摇摇头，笑道，用不了这么多，也就划到差不多7美金吧。7美金？史蒂夫惊呆了，脱口道，周先生平时喝7美金的酒？周良运笑道，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没喝过这么便宜的酒，不过昨天在小餐馆随手要了1瓶，发现这酒虽然便宜，但喝起来倒也不差。史蒂夫盯着自己面前装满酒的杯子，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，有些紧张地说道，这种酒在喝之前是不是得做个检测，看一看成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叶晨和周良运相视一笑，随即周良运开口说道，你就大胆喝，我拿的酒出了事算我的。叶晨也附和道，放心吧，真要喝出事儿来，我当场喂你1颗丹药，你这不就赚了吗？史蒂夫讪笑一声道，那我多喝2瓶，混您1颗丹药吃吃。周良运笑道，酒只有1瓶，咱们3个分着喝，一人也就3两出头，5盎司多一点，以您这个体格，应该喝不出什么麻烦来。史蒂夫叹了口气，就知道叶先生的丹药没这么容易得到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倒也未必，我对真正的朋友向来是不吝啬的，别说是给你父亲吃的那种丹药，比那种丹药强几倍的回春丹，我都不知道送出去多少颗了。史蒂夫一脸严肃地说道，叶先生，您知道我是一直把您当成朋友看待的。叶晨笑道，是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周良运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估计是史蒂夫的友情释放的比较含蓄。叶晨点点头，看向史蒂夫，调侃道，史蒂夫，
我们东方人比较含蓄，你们西方人应该一直是热情奔放才对啊。以后啊，你这关于友情的表达可以更直接一点。史蒂夫知道叶晨是在调侃自己，也只能一脸谦逊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注意，不这么含蓄了。说罢，他赶紧向叶晨表态道：叶先生，以后您有什么地方用得上我的，尽管开口，我一定尽我所能。华夏古人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也可以。